你的员工还在抱怨 VPN 太慢，连云端服务卡顿吗？IT 团队是不是为了管理散布在各地的办公室居家工作者，越来越多的云端应用被数不清的治安设备和复杂的网络规则搞得焦头烂额？过去那套把公司当城堡、盖高墙、挖城河的治安思维，在混合办公的时代已经彻底过时了。我们今天不谈新闻，我们要来兑现承诺，聊聊我们上周讲到的 SASE 里面有两个重要的物件，一个是智慧云端防火墙 Firewall as a Service， 以及负责智慧广域网络的 SD-WAN。这两者如何联手，让你的企业打造一条畅行无阻又安全的数位高速公路？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治安简报室，我是主持人 Eric。我们不只是追踪最新的治安威胁，更致力于将复杂的技术转化成你能及时应用的策略与洞见。我们在 EP11跟 EP12跟大家承诺了要来讲 SASE 架构里面的两大元件，我们今天就是来还债的，要来好好的讲这一集。今天我们就直接进入核心，负责拆解这架构的两大基石 SD-WAN， 负责网络以及负责安全的 Firewall as a Service。在我们深入前，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对你的工作是有所启发，请立即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在 Apple Podcast 以及 Spotify 上面给我5星好评，这会是我们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SD-WAN 不只是取代专线的智慧导航，我们先谈谈网络。很多人对 SD-WAN 的第一印象就是用来取代昂贵的 MPLS 的专线省权方案，这没错，但只说对了一半。传统的 WAN 它只能走固定的线路，就像火车，它不管目的的远近，都得先进总站转车。而 SD-WAN 就像是为企业内打造了一个 Google Map 的智慧车队，它怎么运作的呢？集中控制 ，IT 管理员可以在中央的平台制定好所有的网络策略，例如所有连到 Microsoft 365的流量走最快的宽频网路，连回总部的资料走资料中心的内部线路，走最稳定的专线。动态的路径选择 ，SD-WAN 会及时监测每一条路线的状况，包含延迟、调包。我们平常发现哪一条频宽的网络今天很塞，它会自动的无感的把流量切换到另外一条备用的线路上，确保我们的线上会议或者是通话它不被中断。直接云端存取的，它会识别出这是云端应用的流量，直接让流量从分公司或员工的家中连上网际网络，不需要再绕回总部，这彻底解决了反夹弯的问题。SD-WAN 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可以为混合办公的时代提供了弹性、可视性、高效的基础网络。第二部分 Firewall as a Service 随身部署的云端检查站。好，我们把网络铺好了，而且是智慧的导航。那安全呢？它其实就轮到了 Firewall as a Service。传统企业的防火墙是一个硬体的盒子，顾名思义，它是放在你的机房里。而 Firewall as a Service， 顾名思义是云端交付的次世代防火墙。那它是如何运作？SASE 的供应商，它会在全球部署数十个到数百个服务节点，我们称之它为 POP。当你的员工在家里工作时，他会把所有的流量都导到离他最近、地理位置最近的那一个 POP。如果他是在分点办公室，或者是在分公司比如说我有欧洲营运总部，我有美国营运总部，美国可能还分东岸、西岸，它会自动连到最近的那个 POP。在这个 POP 里面 ，Firewall as a Service 会对流量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包含应用程式的识别或控制，甚至去禁止使用高风险的软体。同时它也会包含路径侦测，然后甚至有网页过滤、恶意软体的扫描。你可以想象着，传统防火墙是社区的大门，只进出那个社区的人他会检查。Firewall as a Service 呢，它是为每一个住户都配备了一个随身的云端保镖，不管你走到哪里，这位保镖都会在你的身边检查你所有进出的包裹。Firewall as a Service 的核心价值是它提供了一个一致性、可扩展且无所不在的防御措施，它可以让大家的规则统一，想要防御的内容是一致的。我在欧洲的营运总部，我在美国的东岸、美国的西岸，这几个不同的营运总部里面，都可以享有相同的一致的管理策略。以往要有这样子的一致管理策略，你可能要有一个 firewall 的控管平台，
然后分区把这个 firewall 的政策派送到不同区域的 firewall 里面，那你的架构就会变得比较辛苦，你会有local 的 firewall， 你还要有一个 centralized 的policy 的管理中心。那 firewall as a service 就是把这个管理中心与防护全部建在云端。我们连上云的时候，云就有这样子的规则，我们统一在一个云端平台里面去做同样的管控。当智慧导航遇上了云端安检站，它相当于就是强强联手。当 SD-WAN 以及 Firewall as a Service 整合在 SASE 框架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就来看一个完整的情境流程。一个业务在家里打开笔电，准备参加一个线上视讯会议，笔电上面的 SASE 代理程式自动启动 ，SD-WAN 开始运作，判断出这个是一个线上视讯会议，是在云端的应用，决定让它走家里最快的宽频，连到 SASE 最近的 PUB， 到达 PUB 以后，导向离它最近的这个视讯会议的节点。Firewall as a Service 和其他的 SSE 服务立刻进行检查，确认这是合法的商业活动，目的地没有威胁，通过检查，流量就直接让它放行到视讯会议系统，整个流程快速、顺畅且安全。半个小时后，这个业务需要存取公司的内部报价系统 ，SD-WAN 再次判断这次的目的地是公司的资料中心，于是它将流量导向了一条预先加密安全的通道，让它可以经过 PUB 安全检查以后回到公司内部。SD-WAN 负责智慧选路径，而 Firewall as a Service 在路径上面做安全检查，这两者无缝协作，确保这个使用者要去哪里，它的效能是最好的，安全是最佳的平衡，这就是 SASE 的魔力。对于 IT 的管理者来讲，你可以重新评估一下你有多少流量，盘点现在到底有多少的流量是送往公有云 SaaS 的服务 ，Salesforce、Microsoft 365、Google Workspace。有多少流量又是回到内部资料中心？如果前者占比很高，代表你的传统架构已经开始是个瓶颈。从单一的据点或从特定的群组开始，可以导入 SASE， 并不需要一步到位。我们可以先从一个新的分公司开始，或者是居家办公需求高的销售团队开始测验，验证其间的效益。如果你的办公室场景里面常常听到如果我们常常听到员工抱怨远端视讯办公很卡 ，VPN 很卡，或者是开视讯很卡，或者是用Microsoft 365的时候很卡，然后你还要同时管理总公司以及分点时，那其实你就是很适合这个场景，因为所有的正在混合办公的企业都会遇上这种交通阻塞的做法，因为传统的做法都是回到总部。那作为这个交流道，再上高速公路，再去目的地是云端的 App， 那根本不是在总部的方向。那 SASE 的做法就像你为企业建了一个智慧网，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SD-WAN 就是这张网的智慧导航系统，它会快速的帮每一个员工导航到离他最近、最快不塞车的路。而 Firewall as a Service 就是在每一个重要的路口都设置好云端安检站，确保每一个来的车辆动向都安全合规。这样一来，员工不管在哪里，体验都会像办公室一样顺畅。而你只要在一个中央控管平台，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交通流量，管理所有的网路线路和安全规则，而不是跑去一个一个的路口调整红绿灯，同时解决了这个使用者体验以及管理复杂度的两大难题。好的，以上就是本周的治安简报室。今天我们兑现承诺，直接拆解了SASE 的两大核心 SD-WAN 以及 Firewall as a Service。希望你现在能够更清楚的了解 SASE 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论，而是它在当下解决这种混合办公、多云环境挑战而生的使用架构。它可以透过整合智慧网络 SD-WAN 和云端安全 Firewall as a Service， 最终要达成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让对的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安全高效的去存取他们的任何应用。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对你的工作有所帮助。在下一集我们将会继续对 SASE 做一个总回顾，做一个完美的结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务必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上给我们5星好评，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按赞、分享、留言。我是主持人 Eric，我们下周见。